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既然 TDG 他们今天在中期的团战做的这么好的话，LGD 有可能下把会考虑把自己的这个正面强度也做高，比如说他们有像赵云啊、关羽啊、狂铁啊这样一些他们此前我觉得高位用的英雄，可能这把要出了。这把还在蓝色房可以抢，可能是想抢敖影这个位置啊，这是他们蓝色方非常喜欢一龙拿的。就看 TDG 给不给了。我觉得他可能会给让小雪拿他的仓去打，这也是我们上把说到那个班位的思路。对，啊，仓直接被搬掉了。那就搬敖影啊。那搬敖影的话，哎，没有搬，会有个搬的海月。搬的海月。那这样敖影出来了，先抢敖影。向世间，破镜沉海。小雪这里他就用了一个艾琳跟戈呀，对位上有虞姬，要不然就选袁绍这种英雄，他可以后边考虑。是的，今天我们还看了一把袁绍打敖影。邂逅，让我回忆起重要的事。虞姬高位出了。我高位的虞姬也意味着他们这把的重心会往上半图倾斜啊。反正虞姬选出来就是抗压的，1v1的。LGD 补了个少思源，那这样中路补安琪拉还是小乔都行，这两个都能。没先出中单，先出了狂铁。狂铁加少思源，其实我觉得最近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尤其在中期的团战上面。是的，少思源大招的层数叠上来之后，一个大招让狂铁起死回生。对了，加上我们也说到狂铁是 LGD 的一个制分点嘛。那 TDG 把这个小乔给接了，小乔选完之后，后边可以针对一下中路安琪拉这种能够跟少思源做配合的。然后嬴政有张飞的话还好。对，如果保险起见的话，可以考虑再搬一下。还有就是，对，嬴政可以考虑。还有就是姜子牙。对，姜子牙是。因为九尾这个赛季他用的中路英雄池相对是较少的，目前用过的加上班位上搬掉的，就剩姜子牙了。LGD 这边则是在搬对抗路啊。姜子牙也搬了哦，5个班位4个给中单。那对于九尾来讲，他要用这个赛季没有用过的英雄了。他现在这个赛季所有用过的英雄全部都要么上班，要么被拿了，要么前面用过了。很针对啊，现在。TDG 也来一把影。赢打狂铁。LGD 这边的班位是给到白起、马超跟橘右京。这样小胖的英雄还藏了一手。小胖这把如果要拿前排的话，他手上梦琪这把还有，梦琪、大司命这把都还有。LGD 我们刚刚说到他这个上野，他是一起出了，在一把当中，他的赵云和狂铁，赵云加狂铁都是中期有比较强的战斗力，然后团战能力很强的2个前排点。中路补了一个线权比较强的嬴政。是的。但嬴政这把逆风就不好玩了，对面张飞有一个盾，他的大招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这把 LGD 是有进攻压力的。看一下 TDG 小胖这里的英雄选择，他自己前排他战士也有一个原因，如果前排裴擒虎有张飞有影2个能扛伤害的英雄。是的。老虎打赵云锁了，比较灵活。这把老虎要支撑自己的一个前期节奏了。而且今天小胖的英雄啊，因为我们也说到，昨天小胖刚刚过了自己的22岁生日嘛，他上一把的赵云是他登场非常有画面的一个英雄，老虎又代表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顶峰，对，一个里程碑，我觉得是的，是一个里程碑。然后现在来到 TDG 下一赛又是一个新的起点，目前又是他们在第2阶段 S 组的首场比赛，所以看一下能不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让 TDG 今天以一个比较大的比分获得自己第2阶段的首胜，还是说 LGD 这套阵容是他们非常擅长的一套阵容，而且他们的上野组合在中期有比较强的一个战斗力，他们通过自己最熟悉的一套组合去扳回一局呢？这把。讲道理 ，LGD 这个阵容在前期有线权，中路有线权的情况之下，下路对线也完全不怕。然后少思源他去中路优势，去对抗路优势。LGD 在前期这个阵容还是挺容易出优的，而 TDG 这边最后出了一手裴擒虎之后，整个阵容就陷入了一个多核心同时发育的状态。4核，就像今天评论席亮的那个数据图，他们1阶段打出来的那样，他们在前期。
就基本上是低于这个赛季所有战队打出来的那个平均值的数据的。就这套阵容，他们前期也是要稳发育的。对，他们不能够断任何一个节奏，那否则的话 ，LGD 的平推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套阵容他们平推狂铁赵云加一个少司元嬴政疯狂扫 ，TDG 会非常快速的，可能就要被终结掉。对 ，TDG 这把拖不了，得在前期想办法做一些节奏的置换。那他的节奏置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他的中野上面。这把 TDG 的中野前期是有比较强的一个爆发点的。看一下双方的这一小局，蓝色方杭州 LGD NBW， 红色方广州 TDG。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潇洒。好准备，全军出击！初心荣耀，初心荣耀，初心荣耀，破浪传风，破浪传风。破浪传风！这波中路的抢线上面的话，赵云的状态被打得有点低。然后看上路赢打狂铁，又是赢把狂铁压残压到塔下，这就是赢在前期的对线强度。赢主要可以连人带兵一起打的情况之下，回复又多，伤害又高。其实刚刚我看小地图上还是小洛的狂铁先顶着影，不让影上前摸线，先打影了一号，但还是打不过。这把 TDG 应该还是会频繁的往上半图转的，因为虞姬下路就单点扛压就可以。但上半图这把影是要尽可能出优的。而且刚刚中路的小乔还上去帮了影。又去压小罗，要被打个半残，有点难受。这个前期的对线，而下路的 LGD 多人过去也只能把线吃了，没有办法压这个虞姬。这波甚至是带着影下来一起再吃一波中线啊！想这个是卡着给老虎吃的。影的站位，回去有可能要被卡。离火袭我身，影这个站位防止对面清完中藏到红背。是烟藤，正侧面大招扫，但是有张飞的盾，效果不明显。这样 TDG 抢完中直接往上转，控制一个赤甲。赤甲是被 LGD 拉到草里秒掉了。赵云拿到的。下路有机会啊！LGD 是想抢起一些节奏。有人传送宝，小乔来了。赫慈这个前期很忙啊，对他做了很多事情。是的，张飞远程吼，大招吼是吼到了，但没有伤害可以跟他的。这也算是一波尝试。对的，如果其实人数少的话，可以尝试小乔闪现去跟，然后虞姬也交闪。但 LGD 这边至少是有3个人的，也不好打。而且 TDG 这种前期的进攻，它有一定的风险在，就是老虎不在正面的话，他们没有办法100%完成击杀，有点缺伤害。就单靠一个小乔的话，因为虞姬前期能做的事情太少了。而他们这种多核的阵容，就是以维稳发育为主最重要。LGD 是要开始抢起一些节奏的，因为他们有进攻压力在的。把线运过去，扫一套。前方护我心。啊，这把是个冰龙。狂铁又要掉一个兵，小的好难受啊！这把赫慈，其实这3把赫慈打都挺好的，前2把，尤其是上把5片最后那一波一闪开团，是快速帮队友去终结比赛了。然后这把的小乔一直在限制狂铁，张飞又是一个吼，回吼到了一下对面的少司元，队友过来接一下。赵云回头反扎，但控到的也是一个张飞。这把韩的张飞倒是有挺多开团的想法的。是的。一直在找角度，主动去开先手，想要帮队伍去拿这个一血。但这波如果没有能够利用大招打出效果来的话，这个暴君 LGD 还是想正中的，但他们在中球被小球给卡住了，老虎直接把这暴君给 rush 掉了，打时间差直接秒了。这局的实力测上面是比较平均的，9位看好了 LGD， 然后8位看好了 TDG。本意分明，肃清。
小乔蹲草打了嬴政一套。危机四伏，指示。那这样赵云嬴政往下转，这个消息 TTG 是知道的。是的，虞姬这波2技能大招都已经用过了，张飞手上是握着一个大招 ，LGD 赵云来了，传线过去，小跑线直接配上小九的伤害，滴血到手。这波3火伤害直接把虞姬秒了。大招再一砸呢，张飞这个大招是被迫打出来的。这波 TTG 有点贪了，还想守这个塔。因为当时赵云一个人过中，然后小乔是看到嬴政的，那其实是知道 LGD 顺势往下转。LGD 有4个人在打下路，但是当时的张飞跟虞姬不想放那个塔，还想清那个兵线，就被赵云绕了。如果他们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往后撤，就不会出现这一波的阵亡了。是的，南海赤炎，但这给 LGD 打开了一个比较好的节奏。杨锐将士。他们阵容前期本就强势一些，哎，这里少主被动探草直接被秒了，被秒掉了。嬴政这波的大招扫过去，打出了闪敖光的一个乙闪现，敖乙在侧面补上了伤害，还是把残血的小乔给带走了。然后往侧边走，再反山豪，中路后边有一波线，但这波线给不到压力了。转上可以给到压力，上路的话，尹刚刚在中路交过闪，交过大招的。这2波 LGD 的动作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2个击杀都给到了小九的敖乙。是的，小九这个伤害补的都很关键。这刚才那波就是嬴政的扫射扫到了小乔，小乔没有太多的角度可调整，选择了交闪，但还是被敖乙的火龙魂跟上了。因为九尾这把第一件装备是冰杖，你只要被扫前置的减速，对，你被他大招前段的伤害扫到了，中段也要吃到。没错。将士，少闪被动探草，直接被秒。就这里，嬴政的大招扫到了，敖乙的3火刚好跟上，打了2次3火，收获了2个击杀，小九。而且现在也说到了，在前中期的50团上面 ，LGD 的阵容是非常强的。现在 TTG 他的多核还远没到他发力的时期。目前就小胖的裴行武经济是全场1号位比较高以外，但裴行武我们都知道，这个英雄即便是拿到了经济差之后，他的队友没有办法支撑他去打正面团，他还是显得正面很无力。是的，他的高经济没有办法转化为高伤害。因为他没有办法像现在赵云的这种进场一样来的那么直接，他正面就只能人形态消耗。对的，更多拿老虎哎，那里赵云被蹲了，在蓝区的一个位置，而且呢回一下血，大招撤场，张飞大招吼到了赵云，少帅帮忙奶一下，看一下穿墙走掉，对面没有办法留住他，位移太多了。对的，赵云档位只要发生了变化，就有1技能可以用，可以刷新。米苏的经济咬的还是很紧的，随后就是小九的敖乙5300，而且现在正面中期团 LGD 的消耗能力和推荐能力都是比较强的，嬴政一个大招前置扫就可以。但 LGD 得想办法提速，你不能让 TTG 这个阵容就这么发育下去，因为 TTG 发育到后边核心很多，这4个英雄都可以成为核心。没错，现在对位经济上面的话，这个射手位置差的是比较多的。TTG 在做半途置换，让尹下路截线，那正面就要收缩。地掣天崩，正面让敖乙和狂铁打在一个前点 ，TTG 想守这波线了。赵云一扎到了张飞，嬴政大招再扫，上次一个大招拨过去，但这波线的话 ，TTG 还是清掉了，通过卖张飞的状态。而且 TTG 的中路一塔血量并没有被下多少，是的，总经济差也只有1000块左右。他现在就 TTG 现在在做的是什么？利用自己的双边带线点去支撑时间。尹跟老虎各自截一波线，就是为了拖自己的多核成型。他也知道 LGD 这个阵容也只能打半途。对的。那这个局面就被拖住了，被 TTG 拖住了。TTG 还想爆一波团，因为上路线是老虎截的，他们有时间5打4在正面，想反这个红。这波嬴政大招扫完了，小姚被打到了一个半血，正面张飞大招吼了，但也没有非效果一般。效果。赵云过来了 ，TTG 就撤了。没错，感觉这几波韩他哎，赵云加上去了中路的位置，但是有点打不太动这个赵云啊，有点。
看一下狂铁闪敲敲起来，对面的一手小乔赶紧治疗套一口，然后回头反打，狂铁倒在里面，米苏赵云来了，大招扎到了这边2个的，被小乔给吹了，瞬间2技能也是规避了一波，回头点掉了赵云拿手2连击破，看一下敖影大招上天这波得往后走了。这是9分半的时间呀 ！LGD NBW 的一波上野开团直接都被虞姬给收掉了。是的，刚还在说小雪经济有点差，结果就给他补了一大口。明显是能感觉到 LGD NBW 太急了，觉得这样的一个局面不能就这么僵住，所以小的选择闪现上去开团，但效果也很一般。然后赵云那一扎呢，又是被小乔给控，然后虞姬2技能保了一手自己，对，没有理想的效果。10分钟，这波现在 TTG 人数上是有优势的，抢速率秒龙，没错，想要直接去秒，但嬴政这波消耗也还不错，把这个影打到了一个残血，但这边的话小胖已经把龙给拿下了。张飞的位置感觉有点难受啊，但是队友过来帮他接了一手，应该是能走的。你闪现过去给风龙佛的击退快上一手双活，张飞倒了，赵云拿到击杀。这波打掉点很关键，可以让 LGD NBW 去拿暗影主宰了。没错，如果你就这么放走了张飞，那你那条龙也不好拿。毕竟张飞刚刚的站位是为了卡住对面的人，让老虎赶紧把龙先秒了再说。而且张飞是 TTG 这套多核阵容的唯一前排，没有张飞，他们后面几个核心不敢往前站的。他是一个断后。是的。Overlord has been defeated. 那就是各自换了一条龙。这样 LGD NBW 还能接受，至少这个局面还是可控的。那对于 TTG 来说的话，他也能接受，因为他们毕竟已经开始拖起来了。是的，就是刚刚利用 LGD NBW 心急在中路开团，对，完成击杀，让小雪的虞姬补充了经济，补的还蛮多的。现在还差不多200块，它是3件套。但 TTG 目前没人身上补魔抗装，对9尾的嬴政来讲，他大招开起来还是挺舒服的。TTG 全员上下都仰仗张飞的盾，去帮忙抵挡消耗伤害。张飞的救赎界2技能啊，那张飞现在自己都没有大招，对面就先开张飞了，打了一套上去，张飞2技能跳走。这波中1塔 LG 是非常想拆的，这边狂铁的进场先逼了一下虞姬的2技能。还是被守住了，接近12分钟了，哎，又是这相同的位置，少虽然被动贪草又被秒掉了，同样的一个情况啊。赵云这边是大招撤场，但是老虎直接虎形态切了以后咬进去，队友再过来补一下伤害。现在其实 TTG 的爆发量已经明显可见的上升了。这种探草死2次是有点不应该了，死1次之后，他其实应该让狂铁或赵云去探草。敖影找到了机会，3火打上，但虞姬这个2技能啊是用的非常好的，但是闪现还是被打出来了。小乔跟虞姬闪现全部被逼掉了。这波是 LGD 的中射，就和小九这边的一个先手压这个状态。那感觉 LGD 要在2分钟之内，就对面小乔跟虞姬的闪现还没有转好的情况之下，强行开一波了。对的。目前左边的4个闪现全部都是好的，他们只要开起来团，小乔跟虞姬就没有活路。尤其是小九现在这个装备啊，破军在身上，闪现又有的情况底下，黄铁或赵云只要开到了这2个人，这2个人就跑不掉了。就是现在 LGD 得抓住这个技能差，必须得打，要不然边线就一直被 TTG 带过去。你永远就要管边线的话，那这团战就打不起来。TTG 就一直在拖自己的神装。看一下 T 这波的意思，抱团找人。对的，要碰上了。黄铁是得发现了虞姬，然后侧面小乔也被对面看到了。嬴政先扫射，但是这波的话，大招被对面给规避掉了，地形比较开阔。TTG 阵型回缩，赵云用管上线，那这样 TTG 想开团啊？是的，张飞是点了发起进攻的，已经包过来了。是的，是一个绕后的位置。老虎开苍穹，想开先手。找到了正面的敖影，敖影先行后撤，想用虎身开团。是的。哎，黄铁回头一砸，虞姬2技能已经交了。这个隘口当中，嬴政扫的还是比较不错，把张飞扫残了。张飞也没有什么魔抗装，扛不住。那这波小乔2技能吹到对面手狂铁，虞姬大招再一踩，但狂铁也比较能扛，开不到人。这波张飞的状态不是非常的理想啊 ，TTG 正面的团战可能第一线摸不太出来。LGD 其实可以开龙啊，开龙逼团，因为小雪跟赫兹的闪现还没转好，所以 LGD 现在是跃跃欲试的状态，他有少思源状态也全部抬起来了。小九扛草，嬴政扫射来了，这波大招直接扫对面那手裴擒虎，张飞这个时候大招是为了做拆火，但老虎已经被扫残了，得往后走，回头拿龙了。正面 TTG 还是顶不住嬴政的伤害，太痛了。
张飞没有盾的时候，确实就是 TDG 最薄弱的时候。主要是张飞这把感觉韩他更多的是一种进攻站位，他非常想用自己的大招把这个团战开起来。 Blue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名声在扫，现在唯一能够去就是断掉 LGD 推进节奏的，就是萝卜这边的影，找到一个漂亮的位置。他现在在做破晓，他是有斜插进去给对面 C 位威胁的能力的。像那把小乐，小乐，对小乐那把。那嬴政啊，这把39.4%的伤害占比非常可观。分均伤害是过了7000，接近8000。又是同样大招扫，但这波的话，看一下尹刚要进场，被对面的敖影风龙魂给击退了，被盯住了。对，还被少酸定身了。Blue team has destroyed 然后这 a 点明确 turret. 这一点，所以是有留心这个尹的进场的，有在留技能给他。只要敖影的3技能不要乱放，留着自保，他其实是能盯住影的。影的2技能只要敢近身，他一弹，那影的2技能就打不着了。没错。目前魔抗装上面的话，只有张张飞一吼在吼2个小乔吹，二技能吹，秒了嬴政，直接秒掉了。正面的话看一下，萝卜的大招也被打了出来，对面赵云直接一波大招扎进去，杀到对面的一手影，但 TDG 是有点想要继续追的意思的，然后后续的话有点咬不太进去了。我这一波还终于找到机会了，就是前面通往红区的这个草丛里。当时嬴政在开大的一瞬间有点动不了，张飞一个草丛里的先手吼到了2个，然后赫兹是一个闪现跟吹，很果断，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就是断掉了 LGD 的一个推进节奏。这红 buff 不一定能守得住，感觉要拼场了，老虎是有场，老虎拿到也行，但是是米松拿到的。那这样就很赚。LGD 会等嬴政复活来到正面了以后，重新等这个兵线推过去了以后，继续刚刚的这个节奏。但 TDG 还是得找到一下刚刚的那种击杀的画面，才有机会啊。别探头，我袭我身。正面狂铁一砸2个嬴政大招再一扫，正面大招已经交了，对面老虎的环节还不错，慢慢打一下，但只能摸到对面这口狂铁，狂铁直接回头给到对面虞姬压力，2闪超过去，虞姬2技能躲了一下，往后走点小乔回头2技能吹到对面2个，老虎一口咬了进去，把狂铁给咬死了。那这样又止损了，双方又是一个1换1，而且 TDG 死的是辅助 ，LGD 其实都是前排，两边死的都是前排。没错。赵云在开主宰，但是尹跟老虎在往对面的红区挤。把这边的红给反掉，然后把下线再过一下。因为没有前排 ，TDG 这个阵容出不来，对的，没视野。这就是多核阵容。但是毕竟拖到这个点，基本上该有的装备呢是已经有了。那就看打团，萝卜能不能来一波奇袭绕后。因为现在光靠张飞去跟小乔接这个控制链，他们确实打出了一些画面，但太难了。对这种比较苛刻，对的，得是对面漏掉了张飞这个点。但正常来讲，张飞都会出现在 LGD、MW 的视野当中。没错。那老虎他在视野外绕过去了，老虎的绕后，小乔正面尹先行进场了，赵云大招直接回头一波反扎，然后开了一个反夹躲了一下。敖尹这边的话大招已经交了出来，要往后走，正面感觉能够扛住。我看一下，尹这边又开了一个大招回头反顶，又是赫兹的小乔想闪现跟绕后的小胖进行一波合击，但是小九反应很快，直接交出了大招，规避掉了小乔的吹风。那这波张飞的大招要快点刷一下老虎蹲，LGD 着手线的这个草里面碰到的这个是没大的，敖尹在脸上这个位置直接越墙咬了过去，但是奶奶了一口没死。这都没倒。哇，两边真的是 TVG 在非常努力的找击杀机会了，但是 LGD 他每一波感觉也防得不错，都能起死回生啊。对的，这少司烟后期确实出了个无相加圣杯，有点太奶了。这回复量太足了。是的。但不得不说的是 ，TVG 这套阵容他们也在找正面的解法。如果就这么耗下去，他们耗不过嬴政。但是想找绕后的位置，找到了又差点伤害。这个爆发始终有点那么欠缺一下。又要20分钟了。
不过你说 LGD 他要压吗？他其实压了很多波了，每一次狂铁能够敲到虞姬的时候，小雪这个二技能我觉得用的也都非常好，他这个二技能保了自己团战好多次。玩躲敖虞姬的，影，躲狂铁，玩虞姬的交二技能一定要谨慎，要算好技能。虞姬把鞋子卖了，换成魔女了。所以两边现在陷入种什么？不是去切的人不努力，是两边的双 C 都太能活了。确实，太能保了。对的，冰河飞尘，刚看虞姬点狂铁也有点点不动啊，对，有这个盾，太肉了。然后还有少岁人回复。影在绕了，打续航战 ，LGD NBW 是完全不怕 TDG 的，他有少资源，影一直想找角度的，而且后期的少岁人回复量太高了。没错。扫射，先扫正面，要打一下张飞的状态。又一座高地。影是一直藏住自己的视野，给到 LGD 无形的压力，但 LGD 现在团战抱得很紧。20分钟准时破掉了 TDG 的3路高地。接下来压力最大的就是线了，那 LGD 可以先去派人摸龙，没错，因为他们把线堵完之后 ，TDG 要管3线的，可以先摸着龙。待会儿龙打到一半以下的时候，直接叫自家的射手或叫人回来把这条龙秒了就行，就学 TDG 那把。张飞已经在打了。但是这条龙感觉 TDG 是有想接的意思，因为在外面开阔地形打多核阵容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的。赵云不打了，直接放掉，先让队友上路截线，地掣先锋，上线截了，上线一截 TDG 就得裹。北海伤心，然后赵云再摸龙，所有人截完线往回缩，缩到龙王处，就还是通过上路的边线给压力，但开启 TDG 的动作想出来不管不上线，管线了，他觉得家里想要正面拼一波，家里会刷一波兵线。没错，狂铁是藏草的一个位置，然后正面的话是想要吹起少帅来，被秒了少帅这边秒掉了。这边的话，嬴政的大招没有办法打出足量的一个伤害。这边的话，老虎一口咬了进去，敖影瞬间交了一个大招往后走，米苏这个位置有点撑不住伤害了。萝卜这边的影直接顶了进去，敖影的话大招直接往前飞，落地后接了一个闪现，但是虞姬这个二技能自己的复活给也掉了，挡住了，而且虞姬的还击很好啊，回头直接反点了，打出把敖影给击杀了。站起来，萝卜这边复活吃住，没有死，这边只剩下米苏要往下米苏的走了。名刀也碎了，对面还在追，影闪现一个二技能，直接收下了米苏。萝卜完成了击杀之后，看一下下路的超级兵，小胖要赶紧去管。是的，因为他们的兵线非常的痛，但是 TDG 的龙团是打赢了，打了一波0换3背水一战啊！破釜沉舟啊！他们相信自己家后边出的那波兵线能够顶住对面的超级兵的进没错攻。水晶不会爆，他们选择正面爆50，先打了个吊点，打了个少司元的击杀之后，后续团战他们又处理赢了，迎来了一波他们拿下风暴龙王翻盘的机会。而且你要说多核阵容等的到底是什么？等的就是在这种宽阔地形当中的单点击杀能力。输出太足了，而且他真的是四面夹击的团，在这种宽阔地形的时候 ，LGD 没有办法提前铺一波什么嬴政的伤害，然后再打他那种井然有序的进攻了。是的，而且 TDG 做这波决策也需要魄力的，需要他们对于兵线的理解、时间的一些判断。刚刚超级兵锤他们水晶锤了半血，是的。但是背水一战打赢了 ，TDG 现在就把视野铺出来，而且风暴龙王一拿的话，要来到 TDG 的反压了。嬴政现在就不好发挥了，因为他们是防守方，防守方他的大招会被张飞吞掉，要么就是用来扫兵线。没错。敖影现在做了一个幽影袖剑，这一轮龙王拿完 ，TDG 最好是终结完成翻盘，要不然后边的兵线还是会让他们很头疼。所以他们要好好利用一下自己的主宰先锋。而 LGD NBW 这边则要小心对面的张飞突然的开团。没错，他们现在只要把兵线清了，高地能保则保，其实放一路是可以接受的。看看这波3路线，只要把这波龙王 buff 拖过去，还有得打。正面直接先压，小乔2技能吹到了对面那个狂铁，少司元大招已经给狂铁奶了，没错。那那在上路也有了中转上再两座拔一个高地地，然后把中上线的超级兵全部截掉。TDG 要猛攻下路了，是的，正面的话，小乔的闪现被对面的赵云的大招给扎出来了。那感觉得退了。龙王 buff 也过了，剩一波风暴先锋。那 TDG 肯定是想在利用下路这个把下路的高地也扳平，对，不想放，甚至不需要用张飞大招。哎，但是他们往上转了，想要直接打水晶吗？有点想打终结的意思啊！看这个站位，那下路的龙兵要被赵云给清的差不多半血了。没错，一个半血。然后这边的话，小乔吹到了对面的一手狂铁，再往下转，但是嬴政大招好了，那这波线是没有能够推进去的。而且嬴政大招已经把虞姬扫残了，虞姬要去吸血。TDG 第一时间没有护着下路的龙兵，就感觉
护送龙兵进去，张飞吼个大招，这个高地就掉了。然后张飞再去直接回缩刷个大招，等下一波风暴龙王刷新，这样就没有高地压力。而且现在龙王看一下赵云这边也一张，因为龙王要刷在上半去了，是的，刚好就是下路这个高地很关键。这波线想压一下，但是单靠兵线是有点难压进去的。TTG 肯定是想一直截下线，截到龙王刷新的。没错，他们要占住这块的视野，不让 LGD NBW 的人出来。还有半分钟，这边还会到一波线。就看 LGD NBW 谁能破这个局了，要不然他们的下线其实压力也很大，普通的兵线也能直接摧毁他的高地。看萝卜这位置蹲到了，往前走，看一下张飞一吼到了后排的一个翱影，翱影要先行往后撤了，然后这边的话先集火正面的一手赵云，赵云是一个丝血大招往后走，但是萝卜这边闪现追了进去，被这边给反卡了一下，在这边的话小雪的舒缓已经非常的不错，直接先打掉了，老虎再咬死了赵云。是的，回头的话就给了一下一技能翱影这边的话是大招往后走，杀掉了影，但自己也要往后走了，看一下小洛这个位置只能牵扯住对面，拖一些时间，是选择先去追一下小洛的狂铁，古形态切过去再咬上，就看小洛能拖多久，能不能拖到队友复活。是的，他换了个复活甲，队友还能接。非常肉的。少虽然有个大招的，换了一个复活甲，但小乔二技能给吹起来，一套爆发直接跟上去了。这个大招正好是一个复活站起来的时间当中呢，站起来就要被手撕了。那 TTG 要回头开风暴龙王了。0换3的团战，1换3。25分钟，接近26分钟的风暴龙王。这局是场鏖战啊！是的，但刚才那个位置，萝卜其实蹲草跟张飞去配合，没有起到很好效果。哎呦，小胖的复活甲掉了。后期的龙还是蛮痛的，是的，他这把也很脆。所是待来日，这把其实你单论出装的话 ，TTG 真的是容错没有那么高的，就是拼的。就张飞有防装，其他人几乎是纯输出。就现在他们这种4合打到后期，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输出拉得很满。接下来这一波是 TTG 最有希望终结的一波，而 LGD 的话也会是他们压力最大的一波。现在就是感觉这个虞姬特别难切。是的，这把小雪她是真的是自保，我感觉她这个2技能用的太好了。因为张飞好几个大招都是用来跟队友衔接开团的。正面要直接开闪2闪出了嬴政，要秒掉了。赫茨又是他的一个关键的出手，这样的话中场是有限的，直接选择先杀人再点塔，让我们恭喜广州 TTG 3比0战胜杭州 LGD NBW， 一场大胜，拿下了属于他们在 S 组的第1个积分。而且这也是一局被迫3高的逆风大翻盘。看到广州 TTG 的话，在这一段休赛期当中是做了非常好的结构调整，他们在中期打得更加的紧密了一些，让这个队伍感觉通过一个阶段的磨合，又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状态。TTG 最后一把也打得相当耐心。是的，而且这也是小胖过完自己生日之后拿下的首场胜利，对吧？对于他来说的话，来到 TTG 也好，包括这一场比赛的胜利也好，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1岁，第1场比赛没错，就拿下了一场大胜，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再好不过。现场的采访已经准备就绪，让我把时间交给现场。欢迎来到赛后采访，我是军阳邀请到了广州 TTG 的小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州 TTG 小胖。首先祝昨天的小胖22岁生日快乐，同时也再次恭喜你今天收获了22岁的第1场胜利，有什么感受吗？还是挺开心的吧，因为我们这隔的时间有点久，怕手感给打没了。哎，确实好几天没打比赛了，但我觉得打得很精彩，而且来到 TTG 跟几位队友的磨合还是相当不错。今天留意到赛前测麦，哎，好像大家掌握了这个小胖使用手册，是吧？根据你的这个状态来判定一下你的情况，这么说？完全胡扯。哦，完全胡扯，本人不太认可是吗？OK， 然后聊聊今天的局内吧。我觉得在第1局啊，2波龙王团其实都比较压力比较大，可以分别聊一聊。第1波龙王团当时差点就杀死比赛了，但感觉就差一点点，在对方中路打团的时候好像没有打赢，当时怎么回事呢？那波就我在打龙嘛，相当于第一时间我是脱节的，然后队友被对面5个人给冲了吧，这个我还可以再提醒一下队友。还是大家在交流方面再去好好优化。而第二波就光速终结比赛了，那波打得很精彩，怎么做到的呢？就对面不是先被我们就是打残了一个就艾琳嘛，然后那他后排就相当于没有输出，打残等于打死嘛，然后就直接溜前排就行了，因为到后期射手装备成型，打前排太快了。打残等于打死，而且小胖的复盘还是非常的精准。来到第2局选了你的招牌英雄之一赵云，而且在前中期就多次开团留人，我觉得整体打的节奏点非常不错。当时你的主要集火的目标是谁呢？主要集火目标吗？
含掉一滴泪，我图一座城。哇，含掉一滴泪，小胖图一座城，好，野辅联动上了。OK， 然后前2局你的装备选择好像也是根据阵容做了一些调整。第一局是杨戬比较偏输出，第2局赵云偏肉，哎，这个是怎么做的决定呢？打钟馗嘛，这英雄只要一波打不死我，那我残局肯定就无敌嘛，多出点肉。就行了啊，也是根据对方的阵容做出了一些判断。而来到第3局，我觉得有一波必须好好聊一聊，就是在第1条风暴龙王的时候，当时上路线马上到水晶了，但你们就是破釜沉舟，直接去抢龙打团，打赢了。当时怎么做的决策？这破3高，那肯定要破釜沉舟嘛，在家里被关着，那龙王给对面也玩不了了。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嘛。OK， 我觉得这场比赛打下来，对你们来讲，在第2轮开了个好头，那给队伍制定一个在第2轮的目标吧。第2轮吗？如进前4吧。如进前4也是继续保 S。好的，也相信 TTG 在第2轮会去以这个目标为动力去继续努力。好的，也再次感谢小胖接受我的采访，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席。好的，恭喜 TTG， 也恭喜小胖啊！小胖在昨天刚刚过了自己22岁的生日，在这边也祝小胖生日快乐。其实我觉得对于非常喜欢赛场的小胖来说，这个夏天的回归，包括这场比赛的胜利，就是他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了。这场比赛，而且我觉得也很有意义，用到自己的 FMP 皮肤，对，长尾亨通，对吧？虽然打到了20多分钟，但最终还是拿下了胜利。而且他的出装依旧是曾经的那个北京虎，对，就是刺客虎的一个出装嘛，就是暗影战斧宗师，然后破军，就不像我们现在说这2年可能因为这个剑盾跟冰脉的一个崛起，大家会去玩肉老虎，他还是用了自己也不要用自己之前就是用了北京虎最早一套比较主流的这个刺客虎的一套出装嘛，是的。在这个全部流行肉虎的时代，依旧坚持手搓刺客裴擒虎，真的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这一局 TTG 全员的表现都非常的给力。我们等一下回来呢，和大家详细聊聊。那我们现场的采访也准备就绪，让把时间交给君阳。欢迎回来，我是君阳，邀请到了杭州 LGD NBW 的主教练漠然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杭州 LGD NBW 漠然。我觉得咱们确实好久没打比赛了，而且新版本第1场可能还在适应和热身。那大家在新版本做了哪些新的准备呢？就尝试一些新的英雄嘛，然后那个新装备，还有就是，尝试搭配组合一下，看有什么效果嘛。也是以新版本的调整做了一些自己队伍的改变。OK， 聊聊今天局内，我觉得前2局虽然没有拿下，但我觉得打的还是比较稳，前中期没有给对手制造一些机会，这些是大家在训练赛的体现吗？今天其实也第1场比赛嘛，其实可能就大家的包括我的一个准备，也可能就是没有到预期，就是可能预期的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嘛。然后回去之后好好复盘再看一下。相信来到第2轮的 S 组一定有很多需要去准备和更新的空间，而且我觉得在第2局，包括第1局的几波龙团，其实做的还是可以的，有一些抢龙的决策做的很关键。觉得咱们在第2轮，大家围绕着龙团的部署有做哪些新的调整吗？龙团的话，就其实根据就我方跟对方的一个阵容嘛，看情况是拉扯还是就找位置打团嘛，这个他们在局内应该有一个交流。选手们在局内也是做了很充分的交流。来到第3局，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前中期是奠定了优势，破掉对手的3高。您感觉在第3局大家有哪些做的比较好的方面吗？在前中期的时候，就大家其实也在尝试进攻嘛，就是往敖影那边去打一个推进，然后可能后面就比较急了吧，然后要缓解一下，回去调整一下。第3局的阵容做的也是很有进攻性，前中期也确实打出效果。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来到第2轮 S 组确实竞争压力比较大，大家未来会做哪些新的调整和准备呢？就是一场一场去那个找，然后适应一下 S 组的一个强度嘛，然后也就是发现一下自身的那个问题，看能否就做一些突破嘛。联赛的常规赛一定是场漫长的征程，也相信 LGD NBW 在第2轮的 S 组会逐渐的找到自己最真实的水平。好的，也再次感谢漠然教练接受我的采访，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是的，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虽然说是比分是一个3-0，但是其实局内的画面的话，杭州 LGD NBW 是很多时刻有机会的。对，尤其是今天小九的一个发挥吧，我觉得他在频繁的要努力的去破局。是的，是的。当然，其实3局比赛看下来，在很多选手的个人操作上面是有一些小失误，然后小小的失误呢被对方抓住了机会，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前期的一些经济的劣势啊，或者后期的一些掉点。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是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之前可以去细节去复盘的，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有哪一些可以提升的点。其实你说3局看起来，第1局、第3局都是比较可惜的。好的，欢迎来到 iQOO 第一视角复盘环节 ，iQOO Pad 6 Pro 4K 性能巨幕大有一面。这把呢，负的就是转折点的那一波。这一波其实，在小仔动手的一瞬间，我仔细又看了好几遍，因为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契机并不是最完美的。我们可以从头再看一下。龙王团吧，对，风暴龙王。你看，当他动手的一瞬间，赵云才就是赶过来，也就是他一开始在龙坑里的，所以他过来的这个速度和距离比较远，但是他动手飞上去的一瞬间，他就接近已经要被秒了。这时候赵云刚到。也就是他们第一时间并没有做好这个协调。其实同样的，我觉得他们这协调没有做好的，包括前面在就小仔中左自己这一方的中左草，是的，探了2次草，也都是没有做好协调，自己就一个被动进去了。他就是想上去进行一个消耗，我2-2，然后1-1回来嘛。他这最后一波一定不是想要去消耗的，因为我看他要去开团的那个动手的位置和狂铁侧面包过来的位置是已经要动这个团了，是的，因为觉得上路的兵线已经过去了。我这边只要跟你打起来，这个兵线一定是利于我的。因为我觉得他的动手，他们开这个团前提条件一定是赵云、狂铁都在，而不是只有一个狂铁。狂铁确实是在，但赵云还有点远。因为狂铁只能帮他拆火跟吸引伤害，但狂铁补不了伤害，他能吸收伤害、吸引伤害，但他补不上伤害，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没错。而且真的要动手，我是觉得不能动张飞。对。你最不能动的就是张飞，因为他太容易反手喷你一个大了。张飞自己有电甲，然后有治疗，还有大招，你很难，对吧？你很难，真的很难。而且当时 TDG 的整体阵型其实抱得很紧，他在飞过来的途中就已经被赫慈预判了，对，直接一个锤给你锤下。这把赫慈预判真的太到位了。这一把赫慈真的太多波2技能的拆火了，都不是先手是拆火，就等你过来开我一个反手。他有好多那种自己第一视角里能看到，就卡视野去吹人。对，中路那波在2塔的位置卡视野去吹到9尾，包括最后一波闪现吹到9尾，然后让嬴政2波直接把嬴政打掉了。本局的 iQOO MVP 也给到的是赫慈的小乔。其实从中期开始，赫慈他小乔的个人反应能力就已经非常快了。其实9分半是2支队伍这局比赛抢谁可以领先的一个分界点。当时其实 LGD 的上野是有一些不协调的行为出现的，轮番的想要去开团，也都是小乔化解了赵云的进攻，包括狂铁的进攻，给到虞姬2个人头的优势之后，小雪的经济一下起飞了。对，这一波就是先拆了火，然后会反手。这波特别关键。这波就是 LGD 他们打的稍微有点急了，觉得是机会就想要动这个手。对，但你看又是一吹，中路连续2波，全都是小乔这边判断到了你要那个来开，然后就提前吹了。这波是对张飞的先手，也算是帮 TDG 扳回了一点，就是他们一直在被嬴政消耗压制这么一个节奏嘛。然后就到最后这一波了，就转折了这一波。其实这波之前大家看到一个点是。TG 首先我们看到是3高都没了，但你看 LGD 其实外面的高地都在。对他其实不着急去慢慢玩兵线。对呀，你反倒是主动开团，是给对面能够找你来搏这条龙的机会。是啊，你让上面的兵去找人。然后当时我记得解说器当时也说了一个很对的一个点，就是 TG 其实放手一波了，他们是知道自己大家会出一波兵，所以他们根本就没人去管。对，然后这波也是藏视野一吹到了嬴政。对，2技能小乔下面2技能逼出少森一个闪，然后后续又是你看吹到了嬴政。好，我们来听一下本局的语音回放。小野曾老师大步墙挂手。没有，我偷他出装的兄弟，因为我不知道出啥了。我偷他出装，他那个出装挺猛的。来中右侧中路，可以。你们直接就来大道，来打一波兄弟，来打一波。能看吗？我能看你这位置。哎，上锤到追了，上锤死了，留狂点，留狂点，狂点，留，可以看你。
哎，赵云，来了，赵云，回去一个，赵云，哎，不用回，不用回，不用回。 OK， 拆了，赵一滴，我回去，回去，回去，熬夜，小心点，别笑。能点吗？杀人一波，杀人开龙，说错了。上来压一波，来中路，来，搞我，来中路，来看一下。熬夜，来跟我杀赵云，打前排，收小心。严正来了，严正，来，没上，给我，拉回来。龙背山，跟我，龙背山，来中下一波，接我，要接我，注意龙，来了，注意龙，来杀狂点，冷静脚，来杀狂点开龙，杀狂点，听我说，不用急，慢慢来，兄弟，没事，冷静一点了，对面打野已经不在了，兄弟。是的，慢慢打，你们杀，我扛。得来，我打架。他可能会来接，注意打后续。来吹了。狂点，那个龙眉隐身没闪，龙眉隐身没闪。OK， 龙眉隐身没闪，有的。开龙，中底，来给你，从中底。来，严正，看赵云，四元，点哪一波？那是。熬夜吹了，点哪一波了，大哥。可以。